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群27、8岁的台湾年轻人，他们的命运。他们月薪5万，曾经以为自己拿到了一张翻身门票，结果这张门票却像一根慢慢勒紧的绳索，正悄悄把他们这辈子的血汗钱榨得一滴不剩。2023年8月1日，政府推出了一项被称为青年救星的政策，叫做新青安。这个政策有多诱人呢？贷款最高1000万，年期最长40年，宽限期最长5年，利率还有政府补贴 1.5 码，算下来只要 1.775%， 比市场上动辄 2.6% 的房贷足足少了快1个百分点。对于一个月赚5万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你算一下，如果贷1000万，宽限期内每个月只要付利息大概14792元，比台北租个像样的套房还便宜，怎么会不动心？于是短短2年半的时间，超过42万户家庭涌入这个方案，把各家公股银行的柜台挤到爆满，连土银、合库、第一银行、彰化银行这些老字号的承办人员都加班到深夜，还有人因为核贷案件太多，整个分行从早到晚电话响个不停。可是2年半过去了，当我们回头看这群当初抢着上车的年轻人，你会发现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实：他们当中越早上车的那一批，现在正站在一个悬崖边，而悬崖底下是他们这辈子再也爬不出来的深渊。这个深渊的名字叫做宽限期结束。先让我们回到2023年的8月，那个新青安刚刚上路的夏天，想象一下小陈，29岁，在内湖一间科技公司当工程师，月薪5万出头。从大学毕业后，跟女朋友交往了5年，2个人一直租屋住。他们很想结婚，可是双方父母都说一句话：没有房子怎么结婚？小陈算过好多次，以他当时的存款加上爸妈资助的200万，头期款勉强够一间新北蛋白区的中古屋。可是月付3、4万的房贷，光是想到就让他喘不过气。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那个月，新青安政策横空出世。他用手机点开试算机，当屏幕跳出月付14000多这个数字时，他跟女朋友对看一眼，眼眶都红了。他们觉得这就是命运给他们的机会。他们冲进了仲介办公室，签下了桃园中立一间10年屋龄的电梯华厦，总价880万，贷款700万，40年期，宽限期5年。签下去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总算翻身了。他请全家吃了一顿庆祝的日本料理，老婆开心地发了限时动态，爸妈红着眼眶说：我们家终于有房子了。可是他不知道，他签下的不是一张翻身券，而是一张分期出卖自己未来40年的卖身契。再让我们把镜头转到另一对夫妻，小林跟阿美，一个在新竹科学园区当工程师，月薪7万，一个在台北当小学老师，月薪4万5，两人加起来11万多，怎么看都是新青安黄金客户。他们在2024年春天用新青安买下了林口一间预售转成屋的新房，总价1400万，贷款1000万，剩下的400万用小林的年终、阿美的父母退休金，再加上一笔小额信贷凑出来。他们算盘打得很精，前5年月付14000多，扣掉他们的双薪，每个月还能存下5、6万。他们准备好了生小孩、换车、存退休金，人生蓝图看起来闪闪发光。可是他们没算到一件事，2025年阿美怀孕了，生完之后决定当全职妈妈，家里从双薪变成单薪，原本的7万收入要养3张嘴，要缴房贷，要付奶粉钱、尿布钱，要还当初的信贷。他们的存款以每个月减少2、3万的速度在融化，而他们的宽限期连一半都还没过完。等到2029年宽限期结束那一天，他们的月付金会从14000元跳到34550元。请问他们的7万薪水，扣掉劳健保、所得税、奶粉钱、交通费、水电瓦斯、伙食费，还剩多少可以付房贷？这个问题，小林每晚躺在床上都会想一遍，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天亮了又要去上班。面对他那些同样背着新青安、同样沉默不语的同事们，为什么说是卖身契呢？我们要先搞懂一件事，宽限期这3个字听起来像是政府对你的体贴，像是爸爸对儿子说：孩子，你先别急，
慢慢还。可是金融业的宽限期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东西，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时间炸弹。所谓宽限期，就是在贷款的前几年，你只付利息，不还本金，听起来很棒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银行的钱是哪里来的？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啊，它每借你1块钱，就要在另一头付出利息成本，它凭什么让你先不还？答案很残酷，因为银行知道一件事，你这5年不还的每一分钱，它都会从你未来的35年连本带利、连皮带骨的全部讨回来，一毛都不会少。更可怕的是，你越是把宽限期用好用满，你后面被炸的就越惨。这有点像信用卡的循环利息，表面上只要最低应缴金额，看起来很轻松，可是当你习惯了只缴最低，未还的本金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等到你回过神的时候，已经被套牢一辈子。宽限期的逻辑完全一样，只是换了一个更漂亮的名字，骗了更多更年轻更没有金融经验的受害者。让我们来算一笔账，这笔账你只要算一次就永远忘不了。假设小陈贷款1000万，利率 1.775%， 30年期，宽限期3年。在这3年里，他每个月只要付14792元的利息，爽翻天了，对吧？可是当这3年一过，利率补贴也刚好到期，利率跳回 2.275%， 然后他欠的1000万本金必须在剩下的27年里还清。这时候他每个月要付多少钱？答案是41336元。你没听错，从14000多一口气跳到41000多，整整暴增 2.79 倍。一个月薪5万的年轻人，扣掉劳健保、劳退、所得税，实领可能只剩4万出头。他要拿什么去付这41000元的房贷？吃土吗？喝西北风吗？这就是宽限期这个魔鬼的真面目。它不是让你喘气，它是在帮你挖一个更深、更准、更致命的陷阱。等时间到了，它一脚把你踹进去，而你甚至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因为你当初签的合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自己签了名、盖了章、按了指印，你连哭都哭不出声音。而这还是3年宽限期的版本。如果小陈跟很多人一样，贪心的选了最大化的40年期加5年宽限，情况会怎么样？5年内，他每个月快快乐乐地付14000元出头，他会觉得哇，房贷也不过如此。他可能还会把省下来的钱拿去买车、出国、结婚、生小孩。他甚至会告诉身边的同事、朋友，你们还在租房吗？赶快去办新青安啊，月付比租金还便宜耶。于是他的朋友、他的表弟、他的大学同学，一个接一个也跳进了这个政策的怀抱。可是第6年第1天，他打开银行 APP 一看，当月应缴金额34550元，他会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他会打电话去银行骂人，他会上网查是不是 APP 当机。可是不好意思，这个数字就是真的，而且接下来的35年，这个数字每个月都会准时出现，直到他头发花白，直到他60几岁退休的那一天。请你仔细体会一下这种绝望，这不是1-2个月的压力，这是整整35年，12750个日子，每一天睁开眼睛，你就欠银行1100多块钱。你这辈子再也没办法辞职，再也没办法转行，再也没办法生病，再也没办法任性，因为只要你停下脚步1个月，银行就会写存证信函给你，再停2个月，房子就准备被拍卖。更残酷的是，这5年宽限期里，你不是没有付钱给银行，你每个月乖乖的交了14000多块，5年下来总共付了将近90万的利息。可是你贷款的那1000万本金1毛都没有少，你等于是白白送给银行90万块，买了一个以为自己在还房贷的错觉。如果你当初选择正常本息摊还，这5年付出去的钱还能减少至少100多万的本金。可是宽限期把这个机会偷偷拿走了，它让你的时间跟金钱同时蒸发，什么都没留下。更惨的是，由于后面的摊还年限被压缩，你这辈子要付给银行的总利息反而会比没用宽限期的人多出43万以上。也就是说，政府告诉你宽限期是给你的礼物，实际上你为这份礼物多付了40几万的代价。这份礼物是银行用你的血汗钱包装给你的，而你还开开心心的收下，还拍照发现实动态。可是
可能有人会说，月薪5万只是刚起步，以后会涨薪啊。对不起，我们要讲第二个残酷真相，台湾年轻人的薪资已经连续20年没有实质成长了。2004年的时候，大学毕业生起薪大约2万8，2025年的时候，大学毕业生起薪3万到3万2，涨了3-4千块。可是这20年物价涨了多少？房价涨了多少？双北房价涨了3到5倍，桃园涨了2-3倍，中南部也涨了快2倍。你的薪水涨了10几倍，你要还的房贷涨了几百%，这个数学题谁都算得出来。所以当小陈在签下那张40年卖身契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赌一件事，他在赌他未来5年薪水会翻倍，翻到10万以上，他才有能力承担宽限期结束后的月付3万4。可是台湾的薪资结构告诉你，这种奇迹不会发生，除非你转行去台积电，除非你中乐透，否则你5年后的薪水顶多比现在多个几千块，甚至在少子化、AI 取代白领产业外移的大环境下，你5年后能不能保住现在这份工作，都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更别说当你背着1000万房贷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资格任性，你不敢挑战老板，你不敢跳槽，你不敢冒险，你会变成整个公司最好用也最便宜的那颗螺丝钉，因为你所有的谈判筹码都已经被银行拿走了。更雪上加霜的是什么？是政府的利率补贴，在2026年7月31日就会画上句号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不管你的宽限期有没有到，你的利率都会从 1.775% 一口气跳到 2.275%。光是这 0.5 个百分点，1000万的贷款，每年就多付5万块利息，每个月多付4000多。而如果你的宽限期又刚好在这前后结束，那就是双重打击，利率跳一阶，本金摊还也开始，两把刀同时插下来。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这个政策的恐怖之处了。他在前3年用月付1万4的糖衣骗你走进门，然后用40年长贷5年宽限的绳索把你绑死，然后在第6年和第3年这2个精准的时间点上同时引爆2颗炸弹。这不是政策，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金融猎杀。而你以为自己是猎人，其实你是猎物。你以为你抢到了最后一张门票，其实你抢到的是最前排的断头台。那么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2026年的这个春天，那些2023年8月第一批上车的年轻人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网络上已经开始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哀嚎，有人在 D 卡上发文，新青安买房后悔了怎么办？他说他用新青安在中立过岭买了一间10年中古屋，贷款40年，宽限期5年。可是他发现通勤根本是噩梦，每天来回4小时。他想卖房，可是新青安规定必须自住，不能出租，他连转租都不行。如果卖房又怕房地合一税，又怕赔售，他被卡在一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死胡同里。这种案例不是个案，而是成千上万。另一则 PTT 的文章更让人心痛，一个31岁的男生写道，他在2023年底用新青安买了新竹的房子，本来想靠宽限期结束前卖掉赚价差，结果房子附近陆续开了3个更新的建案，他的中古屋变成中古中的中古，现在要卖，连贷款余额都还不完。他每天上班面无表情，下班后不敢回家，常常一个人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商店坐到11点，因为他不想面对那间让他喘不过气的自己的房子。房仲业的朋友透露，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，就陆续有人打电话问怎样可以最快脱手。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月薪5万上下，贷款接近1000万，宽限期都还没结束。他们只是预感到了什么？他们不敢等到第6年。而真正可怕的是，这只是序幕。2023年8月批的人，他们的3年宽限期要到2026年8月才到期，5年宽限期要到2028年8月才到期。也就是说，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最早期最少量的逃难人口，真正的海啸要从2026年下半年一路卷到2028年下半年，整整2年会有超过40万户家庭陆续进入宽限期结束的地狱模式。这其中有多少人会撑不住？按照房贷专家的估计，就算只有 5% 的违约率，也会有2万户以上的房子被抛到市场上。
而市场一旦出现大量的新青安解套屋、宽限期逃难屋，房价会怎么反应？会崩盘吗？不一定会崩，但一定会先有价无市，然后小跌，然后出现骨牌效应。那时候这些好不容易卖掉房子的人，扣完剩余贷款，扣完仲介费，扣完房地合一税，手上可能连自备款都拿不回来，等于白白帮银行打工了3-5年，最后还倒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这就是所谓的溺水屋，房价跌到比贷款还低，你卖了还要倒补钱给银行，连跑都跑不掉。这种剧本其实历史上已经演过很多次了。90年代的日本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，也曾经鼓励年轻人用超长年期、超低利率去买房，结果1991年泡沫破裂，日本房价连跌了20年，平成世代的年轻人从此被称为失落的一代，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替父母那一代的房贷买单。2008年的美国，次贷危机的源头就是华尔街设计了一种前几年利率超低，后几年暴涨的房贷产品，那叫做 ARM 贷款，本质跟新青安的宽限期一模一样，骗一批没经验的年轻人进场，等时间一到全部爆掉，最后整个金融体系几乎崩溃，几百万美国家庭失去房子、失去工作、失去信用，整整一代人的信任被彻底摧毁。台湾会不会走上同样的路？我们不敢断言，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当你把几十万户家庭同时绑在一个未来5到8年同步爆炸的时间点上，这个炸弹不可能安静的拆除，它一定会在某个我们最没有准备的时刻轰然一声。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政府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这么恶毒的政策？答案可能让你更失望，因为从政策设计的当下，救年轻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目的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，但我们用证据来推论。第一个证据，新青安上路之后，房价不但没有下跌，反而在短短1年内，桃园、台中、高雄这些主要首购区域的房价全部涨了 10% 到 20%。 为什么？因为当政府告诉所有年轻人，你可以贷1000万，只付14000的时候，建商跟投资客立刻反应过来，他们把原本800万的房子贴上一张新青安专案的标签，直接涨到1000万。反正年轻人只看月付，不看总价，反正银行只管核贷，不管房价，整个市场瞬间变成一个利率被政府补贴，房价被建商炒高的诡异结构。年轻人拿到的那一点点利率优惠，根本追不上房价飙涨的速度，他们以为自己捡到便宜，其实是高高兴兴的去当了接盘侠。有一个建商业内的主管私下说过一句很真实的话，新青安是这几年房市最大的利多，不是对买家，是对我们。这句话可能就是整个政策的真相。第二个证据是，政府在政策上路之后，才陆续补上限贷一次、签自住切结书、排除银行法72条之2限制等等修补条款。这些条款的出现，意味着政策原本的设计有巨大漏洞，让无数的投资客、人头户涌入，用新青安的优惠利率去买第2间、第3间房子来出租或炒作。这些人早就赚饱跑了，剩下来背着40年贷款的，全部都是真的无壳蜗牛，也就是最没有抵抗力的那群年轻人。第3个证据是2026年7月，新青安到期后，即将接棒的新青安 2.0 已经传出4大方向的调整，利率会从 1.775% 跳到 2.3% 以上，宽限期从5年缩回3年，并且新增一个借款人年纪加上贷款年限不得超过80岁的80条款。这3刀砍下去，未来的首购族想贷1000万，想要低月付，想拉40年，几乎不可能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2023到2026这短短3年，就是整个房市的最后狂欢期。政府帮建商、投资客、仲介、代销、公股银行集体大吃了一顿，吃完了，嘴一抹，说下一批年轻人，不好意思，没你们的份了。甚至更直白的说，新青安 2.0 的这4大调整，根本就是政府自己承认了新青安 1.0 的设计错了。可是错在哪里？错在宽限期太长，利率补贴太慷慨，年限太宽松。而这些错误的受益者是前面3年上车的那一批。现在政策修正了，可是那42万户家庭已经签下去的合约，谁来救？
没有人，政府不会救，银行不会救，建商早就赚饱离场，仲介已经把佣金花完，只剩下年轻人自己一个人背着40年的沉重合约，慢慢走向那个名叫宽限期结束的悬崖。那这场盛宴最大的牺牲品是谁呢？是像小陈、小林这样月薪5万到7万，刚好卡在新青安窗口期，刚好以为自己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的年轻人。他们被这个政策诱导进场，在最高点买了一间可能高估2到300万的房子，签了一张40年的卖身契。当宽限期结束，当利率补贴结束，当薪水没有上涨，当房价开始下修，他们会发现自己过去3-5年每个月付的那14000元根本没有还到半毛本金，房子全部都还是银行的。他们不是买了房，他们是租了一间以为是自己的房，租给他们房子的房东就是银行，而银行这个房东用的是他们缴了一辈子的本金、利息，还有被迫牺牲掉的一切人生选择权。你没办法换工作，因为新工作会断掉你的新转户，银行会重新审查你的信用。你没办法生病，因为1个月不缴款，你就可能被列入警示户。你没办法生2胎，因为每个月3万4的房贷已经压得你喘不过气。你没办法创业，因为所有积蓄都变成了头期款，跟每个月的本利摊还。你甚至没办法离婚，因为房子是夫妻共有，贷款更是共同承担。更讽刺的是，你连放松一下都不行，因为每一个星期五晚上，当你想要点一份贵一点的外送，想要订一个周末的小旅行，想要买一双心仪已久的球鞋，脑子里都会浮现那个冰冷的数字34550元。然后你默默关掉 APP， 吃一碗泡面，提醒自己5年后你就没资格任性了。更深一层来看，新青安这个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开始重塑整个世代的命运。因为当一个月薪5万的年轻人把未来40年的现金流全部押给了银行，他就丧失了所有的可能性。他不会再去创新，不会再去冒险，不会再去追梦，他只会变成一个每个月准时缴款的安静公民。而一个社会如果有 20%、30% 的青壮年人口都变成这种没有可能性的安静公民，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活力？还会有什么创造力？还会有什么未来？更不要说生育率问题。因为当一对年轻夫妻把 80% 以上的家庭可支配所得都拿去缴房贷，他们根本不敢生小孩，就算生一个也不敢生第二个。于是台湾的生育率从2023年新青安上路之前的7%，一路下滑到2025年的5%多，全世界最低，没有之一。你看出来了吗？这根本不是买房跟年轻人这2件事的博弈，而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被一张张40年贷款契约一刀一刀切碎的过程。当我们20年后回头看今天这个时刻，可能会发现新青安不只摧毁了一代年轻人的财务自由，它摧毁了整个台湾的人口结构、家庭结构、产业活力，甚至摧毁了我们这个社会对未来的想象力。所以当你看到有人在新闻上说新青安让42万户家庭圆了买房梦，你要自动在心里把它翻译一遍。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，新青安把42万户家庭的未来绑在银行的提款机上了。当你看到媒体报道新青安违约率只有 0.04%， 非常健康，你要记住，这是宽限期还没结束时的数字，真正的考验还没到。这就像一个人从10层楼跳下来，在第3层的时候告诉你，我感觉还好耶。当你听到有人说新青安 2.0 还会继续照顾年轻人，你要去仔细看条款，看看利率上修多少，年限缩多少，宽限期砍多少，你就会明白，新版本就是要把上一批年轻人炸完之后，换下一批没经验的进来，继续这场无限循环的收割游戏。这套游戏有一个很残酷的名字，叫做代际剥削，也就是用新一代的钱去填上一代的坑，然后上一代扮演苦主，下一代变成韭菜，周而复始，无穷无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那个已经签下契约的小陈，你现在还有没有救？坦白说，有，但代价都很痛。第一条路，在宽限期还没结束之前，咬牙提前开始还本金，让自己尽早适应后宽限期的月付水平，不要让那一天突然降临。
你可以从第3年开始，每个月多还1万块本金，慢慢让自己的财务肌肉长出来，不要等到第6年才去健身房，才发现自己根本举不动那个杠铃。第2条路，在利率补贴结束前，认真研究转贷的可能。虽然银行不一定会放贷，但你可以试着锁定更长的低利条件，或者转到其他民营银行拿到更优惠的配套。第3条路，也是最难的一条，承认自己当初买太贵、买太远、买错了，趁房价还没明显下跌前认赔杀出，保留下一次翻身的机会。不要被我已经缴了3年利息不能白缴这种沉没成本拖着死。人生最大的错误往往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而是在发现决定错了之后还坚持要错下去。至于还没买房的年轻人，请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故事，永远不要把月付当成你买房的唯一标准，永远不要相信政府补贴是免费的午餐，永远不要签下一张你看不见尽头的卖身契。真正的买房应该是在你自己有能力、有存款、有规划的时候，用你看得懂的条件买一间你住得安心的房子，而不是被政策推着、被建商忽悠着、被仲介催促着、被父母逼迫着，在人生最没有判断力的年纪做出一个你未来40年都会后悔的决定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新青安不是魔鬼，它只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了台湾这个社会的一个残酷事实。我们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拥有慢慢来、好好活的权利了。我们被迫相信买房是人生的必修课，我们被迫相信早上车就是赢家，我们被迫在月薪5万的现实和贷款1000万的梦想之间2选1。可是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那些早上车的人，而是那些看清楚游戏规则、有勇气不玩这场游戏的人。房子从来不该是绑住一个人一辈子的枷锁，它应该是一个家，是一个你下班之后可以真正放松，可以安心睡觉，可以期待明天的地方。当你的房贷让你每天活在焦虑里，让你每个月月初就开始担心月底，让你连做梦都在算利率和本金，那这间房子就不再是你的家，它是你的牢笼。这个牢笼有40年的刑期，没有假释的可能，没有提早出狱的机会，只有每个月准时缴款，每个月看着那笔钱从自己的账户被扣走，然后告诉自己再撑30几年就好了，再撑30几年就自由了。可是30几年以后，你的青春、你的梦想、你的选择、你的可能性全部都已经被这张合约榨干了。你就算拿到那张最后的房契，你也已经不再是你了。希望今天这一集能让正站在十字路口的你多停下来想1秒钟，这1秒钟的思考可能就决定了你未来40年是自由的灵魂，还是被房贷追着跑一辈子的那个人。买房不是人生的终点，活得像个人才是。